大家好，我們是湯者，進入你的世界。我們今天呢要逛一下石垣島的市區。對，市區有什麼可以走呢？它的中南部下面有什麼地方可以走？那就跟着我們的腳步一起去看看咯。好，走。在開始逛市區之前呢，我們先來到班納公園。這是石垣島上面呢最大的公園，它是把班納岳整座山包在裡面。那這裡面呢有11處觀景台，我們今天呢就介紹其中4座，讓大家呢可以用眺望的景觀，好好的來觀賞一下石垣島的市區美景。首先我們來到的這一座呢是祖母綠之海觀景台，這是人氣最高的觀景台，也是晚上看夜景觀星星的好地方哦。瞭望非常的好，可以看到石垣港，這邊呢算是石垣島的精華區域，這一大塊的市區。其他的地方呢，它的聚落城市就相對比較鄉下一點。如果帶望遠鏡呢，這次還可以拍得到郵輪進港或者一些船進港的畫面。那我們再繼續往上走。這邊呢是可以讓你不用爬山，可以看到瞭望景的地方。停車場就在它的旁邊。另外一邊呢，就可以看到這邊的山景。现在我们来到的呢，这個是候鳥觀察站，它故意做得像蛋的形狀。就來看看這個觀景台可以看到什麼。哇！這裡也是很讚。那繼續往上走。那下面這邊呢，就是南島觀景台。我們等一下就下去看看這邊的展望怎麼樣。這個出口真的做得非常可愛，它的出入口呢也是蛋形。這裡是南島觀景台，它用岩石的特殊造型建成的。那這邊呢可以看到日落染紅明藏灣的景色，視野非常的漂亮。这里比刚刚的候鳥展望台更近一點。
這裡相對比較冷門，雖然晚上可以看星星，但是它的路非常的不好開，路又小條，然後像山路一樣，所以走到上面來呢，幾乎沒看到遊客。最後呢，我們來到了前4月展望台。那這邊的視野呢是最高的，也是觀星的好地點。那這幾座展望台呢都非常的好停車，推薦給大家。接下來我們要來逛石原市區了。首先帶大家來認識這邊的人文還有歷史。我們來到八重山博物館，今天正好是免費參觀。這邊的常設展呢，它展出了八重山地區的傳統文物。这是迎娶的队伍，也是浩浩荡荡的一大票人啊。逛完了博物馆之後呢，介紹一下這座停車場。它在博物館的旁邊，這是藏原停車場。那它是逛公設市場呢最便宜的停車場，1個小時呢只要100日元，所以常常會客滿。接下來帶大家來看一下石原公設市場，還有商店街。這邊大多是買紀念品，還有名產的店家。那店家的價格呢，稍微有不一樣。你如果喜歡比價的朋友，可以在這邊多多比價。這間玉果子玉店呢，可以試一下紅薯塔的味道。你如果想要試吃呢，可以在這邊吃一吃再買。這邊的農產品呢，跟台灣很像，除了路橋比較少見，因為在台灣路橋大多都是原住民在吃。我們進來公設市場看看吧。在地下室這邊呢，主要都是賣食物，有生食跟熟食。這邊的天婦羅呢，跟台灣的不一樣，它不是酥脆乾爽的版本，它是麵皮比較厚，而且麵衣有一些味道的版本。2樓是名產與紀念品的店，這邊呢，我覺得是東西最齊全的。如果你沒有時間一間一間逛的朋友，可以直接過來這邊逛。這裡的泡盛酒呢，喝起來有點像是醬香味很重的米酒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試試看。這款鹽鮮貝呢，還蠻好吃的，我在這邊嘗吃，吃起來很像安平的爆蝦餅。
這款開口笑呢，吃起來很像乾爽的雞蛋糕，是鹹甜口味的。來到這邊呢，一定要帶一瓶島胡椒回去配燒肉，它的味道呢有很特別的木質甜腥味。我之前來這邊呢常吃。那這個植物呢，它也是台灣包檳榔老葉的親戚哦，它的學名叫做假碧拔。這邊呢可以買到保育類椰子蟹做成的鮮貝，在其他地方沒有賣哦。海葡萄呢加醬油，吃起來還蠻像魚子醬。我在這邊也常常吃，覺得還蠻好吃的。這個水檸檬呢，它其實是一種不酸，然後甜味比較重的百香果，在台灣呢幾乎沒有看到。公社市場出來之後呢，過一條街就是碼頭附近了。這邊有非常多的餐廳以及居酒屋，晚上的時候呢非常的熱鬧。這裡跟大家推薦一下，來到石垣島買東西非常棒的國道390號，這邊呢是大賣場的一級戰區，我覺得來這邊買東西才是最好買的。首先介紹24小時開的 Max Value， 這間是全島最大的分店。隔壁的大創呢，在日幣現在的匯率之下，非常的好買，每一件都是20塊起跳。你包包拿來就開始失心瘋亂買，我只是覺得蠻好逛的。而在大創旁邊呢，是我覺得這邊買衣服最便宜的思夢樂。如果喜歡買衣服的呢，一定要來，因為日幣的匯率之下呢，這邊買衣服非常的便宜。另外這一間3A 超市呢，是我在這邊幾天買生鮮我感覺最便宜的地方。我這3週呢都在這邊買食材回去料理。這條路繼續往前走呢，前面可以看得到宜得利以及唐吉訶德，讓你在這條路可以逛到飽。晚上不知道去哪裡或者下雨的時候呢，就來這條路了。接下來呢，我們繼續來探索市區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來這邊這3週都吃什麼東西，你可以在播放清單裡面找一下美食篇來參考一下哦。現在這一座呢，是石垣市的市定古蹟公良殿內。這邊呢，只能從外面看，不能走進去。那它的門票呢是200日元。這個牌子上面呢，它記錄了石垣島每個月份的活動。如果有興趣參加的，可以來看一下。這裡是石垣市重要的古蹟桃林寺，那它是用冲繩傳統的赤瓦屋頂。如果你喜歡建築的朋友，可以進來參觀一下。
那我們現在要前往觀音崎，這邊有台灣人留下的建築哦。這一座唐人墓呢，是為了紀念1852年因為抗爭不公呢，最後客死異鄉的福建華工。那因為它的建築呢是台灣的工匠所建，所以你來到這邊呢，會感覺非常的熟悉。前面這座白色的建築呢，就是觀音崎的燈塔。那它這邊呢，也是看夕陽的好地方。在燈塔旁邊呢，有一個天然的山洞。那它的後面呢，可以連接一條樓梯，然後從另外一條路走上燈塔。在這邊呢，大概往北走，大概15分鐘的走路路程，會來到富崎度假村。這邊呢，有一座漂亮的棧橋，而且它這個富崎海灘呢，一般的遊客呢也可以進去。最後呢，我們經過這個藍色的大橋，來到了新港綠地公園。
這邊其實是石垣島的貓島，因為這邊的貓呢非常的不怕人，你可以來這邊吹吹海風啊，然後找貓咪玩，而且這邊也是看夕陽的好地點。晚上呢，在這邊甚至可以觀測到南十字星，我是覺得還不錯，所以推薦給你們。而且這邊的新港碼頭呢，它也是八重山玩渡輪，回程往台灣的搭船點。最後呢，我在這邊也分享一下在船上拍攝的夕陽美景。不知道像這樣的市區行程呢，大家會想來走走看嗎？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，請幫我們按讚、訂閱還有分享。那最重要的，幫我們熱推一下哦。我們是探路者，進入你的世界，拜拜。